相信有关新 Kissplay 频道的朋友，应该都有看过之前在北京实测 vivo X200 Pro 的影片。这是台湾引进的 X200 Pro， 还有 X200两款。这是在规格部分跟中国内销版是完全相同的，但在功能部分有些微的调整。当然，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教之后，相信在拍照部分应该都会好一些。所以我们这次就以台湾市售版本来进行分享。那我们就开始吧。嗨，大家好，我是 Kissplay。vivo X200 Pro 终于在台湾上市了，这是我有比较长的体验时间，可以好好的进行拍照，好好的测试哦。相信之前看过我在北京测试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拍照能力真的很强大。这是台湾引进的 X200 Pro， 有两种颜色，分别是钛色还有黑色，都是属于比较多朋友喜爱的色系。那记忆体跟储存空间的版本则为16GB 的 RAM， 还有512GB 的 ROM。接下来有很多的实测，就一一分享给大家。vivo X200 Pro 镜头规格，相信大家一定都很熟悉了，这边就不再赘述，直接分享各焦段的拍摄体验。日拍部分，色彩表现我觉得蛮讨喜的，不会过度浓郁，各焦段的色彩一致性非常的高，那有着出色的表现。那细致度部分，光学焦段的表现自然不在话下。那在 HDR 的表现上，我觉得有蛮显著的提升。即使对着天空逆光来拍摄都能让亮暗部有着更好的平衡。那暗部细节我还蛮满意的其实它可以蛮完整的呈现像是我直接对着天空拍的时候那整个在暗部的细节我觉得都很清楚。在数位变焦部分，10倍跟20倍就跟官方的说法一样，可以比拟光学焦段的品质，实拍起来确实真的很好。在细节部分，你其实很难看出来它是数位焦段的。直到30倍的时候，我才觉得画质稍微有一点松散，但依然有着不错的表现。更令人惊讶的是60倍还有100倍，原本在其他旗舰机应该都要糊成一团的焦段但 vivo X200 Pro 却还有着虽然没有到细致，但还可以接受的表现那话说我之前有在网络上分享50倍长焦所拍摄的照片很多网友都说这个有油画感但是我蛮想知道到底哪一只手机的50倍可以拍出这样子可以用的照片我想应该只有拿出单眼加上很贵的1000mm 的大炮才有办法超越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大家自己要凭良心讲话了液态部分在10倍以内都有如光学镜头般的表现那值得称赞的是，虽然整体的亮度有提升，但是在高光抑制部分依然做得非常好，也都没有过曝那这点对于喜欢随手拍摄的朋友应该会更为便利，因为你不用去刻意再调 EV 值去降低有可能会过曝的地方在20倍跟30倍数位变焦部分，虽然在夜拍看起来有点松散了啦，但是我觉得是可以在接受范围内的。在夜拍部分，其实真的很少有超过20倍以后还能拍出可用照片的旗舰手机不过在超级望远焦段的时候，像是60倍、100倍，在光线非常不充足的底下，我觉得就不建议使用。但是如果你想要拍清楚看板上的一个字体，或是你的被摄物有着充分的光源，或有着光直接打到那个要拍照的物体上，其实我觉得夜晚在60倍跟100倍部分，也是可以勉勉强强有不错的表现。vivo X200 系列这次推出的风景模式非常有趣，基本上我认为一般拍照的时候都直接切换成这个模式就可以了它跟一般拍照的界面大同小异，但举凡夜拍、超级月亮、缩时摄影、长曝光等的模式都融合在这里面那这里面有个很特别的东西叫做滤镜，这滤镜部分蛮丰富的，其中我最喜欢用的就是氛围滤镜。在这个模式中我其实真的拍摄不用经过太多时间的思考，就是完全可以达到随手拍的状况。像是在拍摄夜景的时候，它就可以自动辨识夜景模式，那自动去侦测、自动去启动。那话说这次长焦夜拍的部分，就像前面提到的20倍甚至30倍都很好用，所以更容易拍出城市繁华还有拥挤的压缩感。在风景拍摄部分，除了夜拍以外，也把长曝光整合进来。那在这些长曝光功能里面，我最喜欢行云流水模式可以把水流变成如诗绢般的稠密当然，里面还有很多可以自动启动的各种模式像是月亮模式等等但蛮可惜的是
长焦微距并没有整合在风景模式里面。如果真的整合进来，使用上应该会更方便。那基本上也不用多一个一般模式了。vivo X200 Pro 这次主打的功能之一就是舞台拍摄，这部分也是很多朋友敲碗的功能。在 vivo X100 Ultra 发表的时候，长焦舞台功能就让台湾消费者非常的心动。不过台湾那时候没有进来啊。那而这次 vivo 正式引进 X200 Pro 到台湾啊，台湾朋友就可以透过正式的管道啊，可以买到有着长焦舞台功能的超强手机。那我这次是直接到 Pub 里面去实测，在红楼河岸。当然，拍摄有经过主办单位同意，那效果如何呢？我只能说，以智慧型手机来说，能够有这样的表现，真的让人跌破眼镜哦。尤其在灯光缤纷、灯光杂乱底下，还能用长焦准确抓到每个音乐家的神韵，真的很了不起哦。直接用10倍以上的焦段去做拍摄哦。整体来看呢，即使舞台灯光试色，但依然可以维持很好的平衡，而且在音乐家的一些神韵啊，还有细节都抓得很清楚。那如果你离舞台比较近，就可以用10倍以内的焦段，可以有更扎实的成像。当然，这是光线控制上也是非常好的哦。那其实认真说，用智慧型手机拍摄舞台并不是那么容易。舞台是灯光非常混乱以外，主角跟背景的光差过大，很容易造成过曝。另外，也不是每个朋友都买得到前座的座位哦，所以长焦也非常重要。这2点在 vivo X200 Pro 的长焦舞台模式都可以完美的解决。不止焦段够长，数位变焦的能力，解像力也足够，而且在演算法的挹注底下，光线控制得宜，完全不用手动来调整亮度，拿起手机就可以拍。那在长焦舞台的部分还有录影哦，那无论是在录影的画质或者在收音上都有不错的表现。最后就来分享一段演出的时候使用10倍长焦所录制的影片，分享给大家。长焦微距是我非常爱用的功能，可以在尽量不打扰动物或是昆虫底下拍出细致的照片哦。那之前在北京没有办法太完整测试到长焦微距，所以其实还没有什么感觉。但这一次啊，我自己实测之后，非常的有感哦。那这次 X200 Pro 的蔡司2亿 APO 超级长焦能力非常的强大，应用在长焦微距上真的是非常的方便，支援最近15公分的对焦距离，加上20倍的数位变焦能力，连肉眼难观察到的细节都可以在照片中呈现哦。那实测之后发现，它效果真的比我想象中的好，即使是20倍的数位变焦，也有着超级细致的成像。像是我这次拍摄蜻蜓的时候，它不止翅膀上的纹理非常清晰，连复眼都可以拍得一清二楚。而且我这才知道，原来蜻蜓跟我一样也都长胡子。好了，那整个解像力非常的优异啊。另外在对焦的速度啊，又快又准，真的很好拍。当然，其他倍率一定也有非常好的成像品质啊，可以依照构图找出最好的拍摄角度。而且因为可以远距拍摄，也让拍摄成功率啊大增啊，就是蝴蝶跟蜻蜓啊小动物比较不会跑掉的意思哦。功能中也有虚化光圈可以去做调整，必要时可以做使用。但其实，在拍摄微距的时候，因为被摄物跟背景的距离原本就足够了嘛，那所以我觉得它可以产生自然的背景虚化。我认为不一定要开启虚化光圈的功能。vivo X200 Pro 的人像拍摄当然很厉害，它这次有2335、50、85、135，5个黄金焦段。先分享各焦段的照片给大家参考哦。人像模式应该不用多说，就是非常强大又自然。加入了蔡司2亿 APO 超级长焦之后，对于构图上啊，除了特写以外，还多了压缩背景的效果。像是我使用85或是135mm 在街上拍摄的时候啊，可以把街道的景色压缩在画面中，这种氛围啊是广角镜头是没办法做到的。vivo 在搭载蔡司人像镜头的机种中，都有许多蔡司经典人像镜头风格，用来模拟背景虚化还有光斑效果。当然 X200 Pro 也不会少，它有提供7种经典的风格啊。那这风格很丰富，但是我觉得会让人有选择障碍，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直接用人像镜头套件，也就是镜头包，直接帮你搭配好焦段跟风格，我觉得这样最方便。
其实，在人像拍摄中，我觉得用 vivo 手机真的不用考虑太多，直接随手拍就可以拍出好照片。你只要考虑说，我构图构的好不好啊？那我有没有拍出比较特别的照片啊？随便怎么拍都可以有氛围哦。那所以最后我就分享几张随手人像拍摄给大家。vivo X200 Pro 这是以 Sony 全新 LYT818为主镜头感光元件，在录影部分就提升许多。人像录影部分可以有着各种滤镜可以挑选，并且有着模拟光斑的效果。当然，在人像美化跟背景虚化都可以依照需求来调整。那人像录影除了可以保持人像清晰度以外，在光差变化的场景也能维持人像的亮度不会过曝或是过暗。那实测之后表现真的很不错。所以取材的时候，你也不用因为光线变化而重新再拍另外一组照片，来去当素材使用。我觉得这是相当方便的哦。如果需要随时随地拍摄素材 ，vivo X200 Pro 的3镜头都支援 4K 60fps HDR 杜比世界拍摄，所拍摄的素材宽容度很高，都很容易使用。对了，如果对于影像创作者的话，也提供全焦段的 4K 60fps 10bits 的 log 档哦，这个档案格式就可以完整记录亮暗的细节，那还有更大的色彩处理空间，对于后置色彩细节调整上就会更为方便。vivo X200 Pro 采用联发科技全新的天玑9400处理器，这是全球首款搭载这个处理器的智慧型手机，也是台湾首次亮相的机型哦。那天玑9400采用台积电第2代3奈米制程，成为 Android 平台首次使用这个技术的处理器。那延续全大核设计，相较于前一代天玑9300，天玑9400的单核性能提升了35%，多核性能提升了28%，另外还内建了第8代 AI 处理器 NPU 890，算力高达每秒50 tokens 那提供更大的离线 AI 运算能力。这一次 X200 Pro 的拍照跟录影部分也有着显著的提升，大家应该都有看到。那除了硬体提升以外，全新的 vivo V3 Plus 专业影像晶片功不可没。这款晶片采用6奈米制程，提升了数位长焦的解析力，同时也让夜拍表现更为优异。在规格部分除了影像跟效能表现优异以外，电池的技术同样引人注目。全新的蓝海电池采用第3代细负极技术，在更薄的厚度底下，提供了6000毫安时的超大容量。同时也采用了半固态电池技术，即使在零下20度也能维持续航。不过我应该找不到零下20度的地方帮大家测试，所以在常温底下，我透过 PCMark 工作 3.0 来测试，电池从100%到20%这个整个测试时间长达18小时29分，这是我近期测到最惊人的续航表现。充电部分 ，X200 Pro 支援90瓦的有线快充，还有30瓦的无线充电，使用原厂附赠的90瓦快充实测，从20%开始充电，30分钟内就充到了89%。大家看到这个数字好像有点没感觉，不过实际算它的充进去的电量，它充进了4100毫安时，其实充电速度是相当快的。显示器部分 ，X200 Pro 配备了6.78寸全等身4曲面 AMOLED 显示器，支援最高120赫兹的萤幕更新率。那这块萤幕配备2160赫兹的 PWM 调光，全亮度下都可以去调整降低闪烁感，那观看起来会更舒适。那局部的峰值亮度也达到了4500 nits 在亮暗部的细节表现，我觉得都还算出色，也获得杜比世界还有 HDR10 Plus 的认证。另外，它还搭载立体声双喇叭，声音表现我觉得相当不错。那至于防尘防水部分，它是通过了 IP68 还有 IP69的双认证，防护力上我觉得是没什么问题的。vivo X200 Pro 的 AI 功能部分，这次也导入几个蛮实用功能，包含原本就有的 AI 消除，还有 AI 照片增强以外，这次还加入了 AI 笔记助理，还有 AI 智慧转录。AI 智慧转录的功能部分，在下拉选单中可以找到它就像是即时翻译机，可以把语音逐字收录并且进行总结跟摘要大家可以试试看。
AI 笔记处理是在笔记本中的功能，这个功能其实蛮实用的，它可以把文章整理成易读的排版方式，还可以进行摘要。最重要的是还有加入翻译的功能，直接把内容翻译成最期待的语言哦。那实测放入之前的报道，字数超过2500个字，没想到也可以轻松的把版面排得容易阅读以外，摘要也够清楚。最重要的是翻译准确度相当的高，无论是从英文翻译成中文或者把中文翻译成英文分享给其他英语系的朋友，我觉得它都可以轻松做到了，而且准确度我觉得是还蛮不错的。那另外也可以把笔记放入待办事项，这个也是非常方便的功能。好，以上就是 X200 Pro 台湾版本的实测。效能、续航跟充电速度，我认为它都是上之选。当然，拍照部分更不用说，应该就是数一数二的表现。尤其在长焦人像跟长焦微距部分，真的是让人惊艳。那至于 X200标准版部分，我觉得表现也不错，不过我会在另外一支影片中介绍，那就大家请期待一下。那近期还有另外一个品牌，也是主打长焦拍摄，而且它有2颗潜望镜头。看起来很厉害，对不对？好，日后有机会也会让它跟 S200 Pro 来比较一下。至于是哪一只手机，大家可以留言猜一下。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哦。那就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次内容。如果有任何建议或问题，也可以留言让我知道。我是 Kissplay，我们下期见喽，拜拜。